古代贵族夫妻就寝时，婢女为何要留下来守着？就连耳鬓厮磨之时也不退下，他们难道不会不好意思吗？真相远比想象中要残酷。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古代婢女又有哪些难言之隐？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众所周知，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是有丫鬟仆人的，他们总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即使有些小事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但他们也会让丫鬟去做，以免降低自己的身份。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有钱人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从不把奴仆的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自己喜欢的宠物的性命也比一个丫鬟或者小厮要重要。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会把自己的女儿卖去富贵人家当丫鬟，原因无非是家庭贫困，留在家里可能会被饿死，卖出去以后，家里不仅能有一笔收入，还能让孩子有口饭吃，避免因为贫困而饿死。但即使是做丫鬟，也是分3、6、9等的，长得不好看的就只能做粗使丫鬟，留在后院中挑水煮饭，是所有丫鬟中等级最低的，属于人人都可以踩一脚的类型。长得稍微好看点又比较机灵会来事儿的，一般会被留在夫人身边，或者给小姐做贴身丫鬟，日子相对要好一些。长得漂亮又有点才艺，而且做事还圆滑的，就会被分去做床边丫鬟，这是所有丫鬟中等级最高的。平日里也不用做粗使累活，无非就是贴身照顾主子，受宠的甚至还能在府中说上几句话，所有下人都要敬他3分。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他的身边就有很多的床边丫鬟，这些丫鬟不仅能和主子一起打闹，还能享受其他丫鬟都没有的待遇。听起来呢，床边丫鬟的日子过得十分不错，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床边丫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项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十分繁琐，而且有时候还需要满足主子的一些特殊要求。通常来说，床边丫鬟会在主子睡觉前把床铺好，然后伺候他们沐浴上床，但并不是主子睡觉以后他们就能休息了，他们还需要守在床边，以便主子半夜需要时能及时出现。比如主子半夜想喝水，那么他们必须立马递上温热的茶水；主子想上厕所，他们就需要立马递上夜壶。总之，做事一定要迅速，一旦晚了几分钟，就可能受到惩罚。最重要的是，如果主子有什么生理需求，他们也一定不能拒绝。如果床边丫鬟和主子发生了关系，那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在尊卑观念十分严重的古代，对于很多丫鬟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做床边丫鬟时就已经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了。而且大多数床边的丫鬟其实是女主人安排的，说白了，他们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在女主人不方便的时候，代替女主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男主人。甚至有很多主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会将自己的贴身丫鬟送到男主人身边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度，而是在封建礼制的迫害下，他们认为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拥有3妻4妾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与其让男人从外面把女人带回来，不如自己直接送过去。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武媚娘，就是王皇后为了制衡当时皇帝宠爱的其他妃子，所以把她送过去的。不过，即使床边丫鬟和男主人发生了关系，但身份依旧不会改变，顶多是平时的吃穿用度会丰厚一些。就算是生下了主子的孩子，也只是会被提升为妾室。而在尊卑有别的古代，他们的孩子也注定不会被重视。除非当家主母没有孩子，那妾室的孩子就可能会被过继过去，享受嫡子的待遇，但这就注定了会骨肉分离。总之，不论怎样都逃脱不了悲剧性的命运。更何况，能够成为主子妾室的丫鬟少之又少，大多数床边丫鬟甚至连生下主子孩子的机会都没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更像是主子的泄欲工具。主子和其他女人圆房时，他们也会守在一旁伺候。或许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件很尴尬且羞耻的事情，但在古人眼里却十分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丫鬟的本质就是工具而已，谁会在意一个工具的想法呢？或许有人会说，那床旁丫鬟一直待在主子床边，主人就不担心他们听到什么秘密并宣扬出去吗？要知道，古代丫鬟都是签了卖身契的，所以在他们眼里，主子高于一切。对于主人的秘密，他们也会守口如瓶，毕竟主子遭殃了，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再有就是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胆子传播主人的秘密，因为一旦传播出去，等待着他们的就是令人胆寒的惩罚，比如被割掉舌头，又或者被烂棍打死。虽说床边丫鬟看起来比一般丫鬟待遇好，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却是最悲惨的。一般丫鬟到了一定年龄后，如果遇见心善的主家，就会被放出去嫁人，又或者同府中的小厮成婚，然后在府中生下孩子，再不济也能攒钱为自己赎身，然后出门去结婚生子。可床边丫鬟就不同了，在伺候主子的生涯中，他们早就失去了贞洁，古人对这点十分看重，这也就注定了他们难以成婚。或许有人会说，《红楼梦》中宝玉的床边丫鬟袭人，在和宝玉发生关系以后，不是还嫁得挺好吗？但她其实是例外，而且她的夫君蒋玉菡虽然有钱，可终究是个唱戏的，在古人眼中是上不得台面的下九流，而这都还算是好的。既然床边丫鬟难以嫁人，那他们的最终命运又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留在府中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或许日子不会过得太艰难，一旦年纪上去以后，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暗无天日的生活。在主子眼中，他们只是自己享乐的工具，根本难登大雅之堂。在其他下人眼中，他们也是卑贱且不自爱的，所以难免会受尽冷眼。不过大多数床边丫鬟的寿命都很短，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份工作看起来虽然轻松，实际上却吃不好睡不好的，吃饭要等主子吃完以后才能吃，而且吃饭期间也要耳听四路的，一旦听见主子叫自己，就要立马放下碗筷，晚上也是休息不好，要时刻注意主子的动向，一般就在主子卧室旁的小隔间休息，因此他们也叫通房丫鬟。遇见主子脾气不好的时候，也难免会遭到打骂，因此很多通房丫鬟总是年纪轻轻就一身病，而且因为自己身份卑微，根本得不到好的救治，积劳成疾，自然也就寿命短。二是呢，等他们年老色衰之时，也难免受尽各种人的冷言冷语，这也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最终抑郁而终。甚至有些丫鬟根本活不到主子嫌弃自己的时候，因为那个时期的大户人家难免遭人惦记，又或者说本身就有仇家，特别是那些达官显贵，难免会在官场上得罪人，这就免不了有人来刺杀他们。这种时候，床旁丫鬟是绝对不能跑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主子，并及时引起家丁的注意。但身为弱女子的他们，又哪来的实力和歹徒斗呢？往往是第一个送人头的。总之，他们的命运十分悲惨。